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大家看这款包怎么样？是一款母子包哈。以往的母子包呢都是在一起的，就是并排的在一起。这款就很新鲜哈，是一个新款。那下边呢，我觉得放手机很合适。上面的小包呢，你说放纸巾啊，或者放无线耳机呢，就大小正好。我呢今天想尝试把它给做出来哈，但不知道这个小包我能不能做哈，因为越小越难做嘛，所以我想尝试一下。首先呢，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包的铺棉尺寸。铺棉呢需要2份，长度19厘米，宽度呢10厘米。我们4个角是打圆角的，我们可以把材料对折，然后呢再对折。对折好以后呢，这儿的距离是5厘米，我们呢把它打成圆角。这个呢是咱们小包的铺棉哈，也是材料需要2份，它的高度呢9厘米，宽度呢8厘米。我们需要画一下哈，中间这条线呢是中心线，我们这边过来1厘米，我们和下面呢连起来。我们需要画一个梯形哈。梯形画好以后啊，我们这4个角也是要打圆角的。我用到了这样的一颗扣子哈。那天我去市场里逛哈，觉得这扣子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扣子是中间穿丝带的哈，用来固定的，也可以当日子扣使用。那我的赠品里还有这种扣子，如果你在橱窗里下单的时候想要哪种扣子呢，就给我留言哈。现在铺棉都烫在了面料上边，我呢都是放了1厘米的缝缝。这个大包呢，我用到了是这个纯色面料，小包用的是这个格子面料，我觉得搭配起来一定很好看。那放了缝缝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剪裁里子了哈，大小是一模一样的。小包和大包呢都是各1份，这2个包呢我都会要做上夹层。那今天夹克层呢，我用到的是这样子的网格材料。那网格材料这儿是有弹性的哈，所以第一步呢，我们需要用这个包边带把这条直边呢都给包上。网格的包边呢车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拿出面子材料，在上边呢我们开始固定低字扣哈，这儿的距离是5厘米，然后离中心线两边呢2厘米，搁上低字扣，低字扣一端我已经车上了布条，然后我们这样子盖上一个织带，我们车上一个框，把这3样呢固定在面子上。这个小的上面呢，我们也需要固定上低字扣哈，低字扣的一根织带两端呢是这样子穿上低字扣，我们在中间的位置车上一个框。低字扣呢固定好了，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包哈，小包我们车的时候就是车中间这一块，两头有将近1厘米，它是没有车上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些里子面子固定在一起，我们这边呢放上一片里子，然后搁上我们的夹层材料，我们整个车一圈，那把这3份呢都是一样的车上一圈。现在我把大包小包的前后片呢都组合好了，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呢是大包的侧边材料哈，这个是底部，那说的是铺棉尺寸，它的长度呢25厘米，宽度4厘米，放1厘米的缝缝，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这个呢是拉链，拉链的长度呢是26厘米，那拉链的边条呢，它的铺棉长度26厘米，宽度呢1.5厘米，也是放1厘米的缝缝，这个材料需要2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边条搁在拉链上边，就夹着这个拉链哈，正面呢和正面相对，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。那这边拉链的这边呢，我们夹上的是这根边条。拉链边条车好以后呢，翻到正面，然后拉链两边呢车2毫米的窄边。拉链部分呢，咱们就车好了。现在把这块材料夹在底部的里子和面子中间，车上这2端。这个是咱们小包的侧边材料哈，铺棉的长度呢15厘米，宽度1.5厘米。这个是拉链，拉链的长度呢是18厘米。我们也是同样的，把拉链的正面和这个面子正面呢相对，然后呢也是车住这2端。大包小包的侧边呢我都翻到了正面，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组合。
今天那个拉链呢是这样子装的哈，这里一个点离这条边呢5厘米，我们把拉链的这儿对准5厘米的地方，然后呢车一圈，用包边带呢把它给包上。小包呢这儿离这儿呢3厘米，拉链边条呢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把这儿它搁在这儿哈，我们都是用包边带把它给包上。组合好以后呢，我把它们翻到了正面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包带。这2根织带的宽度呢是1厘米，两头呢我都装了龙虾扣，这根织带是80厘米，装上日字扣的这个织带呢是1.2米哈，两头是散开的。我们把它连接在低字扣这儿，然后呢折叠一下，那这儿呢车上一条线，那这根呢是装在这个低字扣上边哈。小包呢做好了，我给背上了哈。刚才和大家介绍这根短的包带的时候，数据是80厘米，现在呢我调整了一下，80厘米用不上，顶多也就30厘米吧。大家做的时候呢斟酌哈。这个包官网的这个包的厚度，这个大包的厚度呢是3.5厘米，我觉得太薄了。那我这个做好以后呢是将近4厘米，这个厚度啊正好是手机外加一包纸巾的厚度，我觉得这样子更实用哈。确实和我之前想的一样，那小包啊确实是难做哈，但做好以后还是挺好看的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啊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